在贵州惠水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悬崖村庄。这个村庄啊，地处在一片喀斯的地貌内，而村口呢又是悬崖所阻隔，所以啊，村庄里边并没有通公路。仔细一看呀，这些房屋的周边呢，有不少的房子早已拆掉，留下了非常多的载基地痕迹。我估计啊，这里应该是交通不便啊，多年前呢，整村进行了搬迁。相信这个悬崖村啊，以前居住的人应该是不少的。我把无人机再飞近了一点看，发现中间这里啊，院坝好像有几头牛。既然这里还有人留守，那咱们今天呢就徒步上悬崖村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惠水的大山里啊，看到没有？我身处在一片喀斯的地貌地形之中。这一段呢，以前应该是挖过毛公路的，但是有些地方太窄了，我的车来不了啊，车子呢就停在山下的。从这个地方徒步去悬崖村呢，大概是要走40分钟左右吧，我估计的，有可能还不止。这个电线杆应该就是拉进悬崖村的电线啊。这边有安装一个变压器，大家看这个地形啊，真的是特别像广西700弄的地形。那现在咱们就是从这个小道啊爬上这个悬崖，那么他们的照明电呢也是从这个地方直接拉上去的，就从这个小道呢就可以上去这个悬崖村，看到吧？现在好像是要走这个森林之中穿梭一段。说实话啊，就这个上崖的路，你们不在山里生活的人根本发现不了，下方好几个岔道，只有一个小小的印记往这里上来。这些地方其实都挺陡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外边啊，长有很多的这个树木，所以就感受不到这种险峻。实际上也是挺险的，跟那个崖壁栈道也是差不多的。哎，一直往上走。哎呀，还是挺累的，挺难爬的。只不过现在已经爬上来了，横着这条就是栈道，直接过去，应该快到了。这里有一道门挡住，估计那边搞养殖，他怕这个牛啊、羊的什么的往山下走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锁啊？哦，这边是直接可以开的，它这个还可以，搞的是自动的，咱们走吧。哦呦，这上边是真的舒服，整个下面上来的时候呢，都在森林里边看不出去啊。咱现在走在这个悬崖上来之后，就可以看得出去了。这边视野就比较开阔，对面都是一些山头，和下边的垂直落差大概也有100多，接近200米。这个正儿八经的悬崖栈道了啊！咱们看这个下方，尤其这个地方特别的险。哎呀，在下边这地方还是内凹的，这里啊要特别小心。为啥呀？这里应该是他们有什么东西横梁横在这里，然后码的一些石头上去。这个下边是悬空的哟。哎呀，得小心一点。这个村庄的环境啊，真是安逸得很呐，你们说是不是？特别是这条栈道。哎呦，这地方是真陡啊！这些树木啊，也是绝地求生啊，挂在崖壁上，没什么水分，都长这么粗了。咱现在算是上崖来了，这是下边拉上来的电线，正好在这个崖壁口。那么到了这个上面就是一马平川，是吧？我们刚才在无人机的视角看到了特别平坦的一片土地啊。哎呦，这里一片石林，非常漂亮，是不是拍照的好地方？这个村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之地。
哎呀，搬走实在是可惜啊！看，这要是在大城市的边上，都可以打造旅游区啊！这么多石头，非常的漂亮。大家拍照打卡的什么的，把这些石头再淘一淘，对吧？就是一片石林啊，非常的美。我们已经看到村庄的房屋了，特别古老、特别神奇的一个村庄哈。我们在空中的时候呢，好像看到这些山并不高，但是当我们亲身的来到这里之后，这个山还是挺高的，怪不得没有通公路啊。主要是这个村庄的这个方向啊，很远很远都没有人烟，而且山头全部是这种特别陡峭，包括有很多的悬崖峭壁。如果说想要通公路到这里的话，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估计呢，以前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村里面的人呢就整体的往外搬了啊。这是我自己的这个估计。咱们无人机的视角呢，往那个方向一直走呢，有大片大片的土地啊，都在这个山顶的这个凹槽的地方。这个村庄不缺的就是石头，到处都是石头。咱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土地呢是没有耕种的啊。那边有，哎呀，我天，又是很多狗啊，很多啊，是3个狗吧？狗太多了，我的天，狗太多了，不敢过去，我得跨过来。我跟你们说，5个狗不敢过去。就这主人不在家，你们说敢不敢过去吗？这里来了3个，那地方还有2个。主人不来，你根本不敢过去。哎呦，我天哪！还好我这里有一道围栏，把他们拦在那边了，他们也不敢过来，我也不敢过去。我看看有没有主人来打招呼啊？没有主人来的话，咱是不敢过去的。这太吓人了，这有没有人呢？我的妈呀！我刚才走到那里去了，他们一下子就奔过来了，我赶紧跨到这个围栏这边来，太吓人了！我跟你们说，2、3个狗的话我还能应付，这家伙我一眼就看到5个。这个地方呢有一头牛，然后那边呢又看到了3、4头，然后这里呢应该就是只有一家人留在这个悬崖上养牛的，没有其他的人了。他为了4、5个狗、5、6个狗呢，估计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所有的房子呢都已经烂掉了哈，那些地方的房子全是破烂了，包括这一栋，那只有中间可能住人的那个呢还有稍微修整，其他的呢全部都是坏掉了的。这个狗的叫声啊一直在叫，我在这里等了这么久呢，也没见有主人出来，估计是外出去了。风水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刀切莲藕丝不断，山高水远情不离。雨绵绵情意，多少故事在心里。
中，百年桥和花尽情。朋友们早上好啊！现在我在绥阳温泉镇的大山里，没错，昨天晚上我就居住在这个地方啊。一对90后夫妻啊，他们放弃了广东的生意，然后返回家乡呢，准备在这个大山之中搞农创。他们家呢就是居住在这里的。这个整个周围的延绵山峰啊，有大概3000亩的面积都是他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去跟他聊一聊，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准备怎么样去打造这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啊。整个这一片，我个人来到这里的话，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海拔也是比较适中，大概是1200左右的海拔，就是房屋居住的地方，不高不矮啊，特别适合长期居住的一个地形。哎，你起床了呀？起床了，比我早啊。我一般都习惯了大概6点钟起床。啊，今天我给你第一天请个今天草都烧好了。这是金银花草是不？金银花草，这金银花草的自己搞的哈？自己搞的，反正前几天就上这里叶粉了。因为种个还没出来，种了才2年，到明年才开花。你也种的有几百亩的金银花茶呀？差不多应该有500多亩嘛。你是哪个时候确定了要回来搞农业的哦？4月份吧，正儿八经回来应该是10月份。今年10月份啊，10月中、10月中、10月底回来的。还有2个老人家，他们年纪大了，回来顺便陪好他们。他们2个老人家在山里面比较孤独，没得人了，这个地方比较单纯。等于你现在3000亩的这个面积的话是连接的哈？基本上连接，但是有小部分没连接。你种的这个3000多亩的话，你有好多是买的啊？有1半多都是买的，1半多，自家也有1800亩多哈。自家就是说，我老头他们几兄弟了嘛，他们都搬走了嘛，这是几兄弟留下来的。种的到现在的话，你这一片地方花下来了好多钱了？种的七七八八的这些花了很多冤枉钱，加起来的话有150，有150万了。150万。买地、买房子、搞路、搞这房子哈。搞房屋、搞这些，主要是运输成本太高了。当时，要说既需要砖，既需要那个水泥的时候用马拖过，那个成本太高了，一方沙拖出200块去了。你现在有啷个想法？也就是大致要啷个弄？大致就是想把这些，这所有的这3000多亩土地全部共享出去，然后共享出来这分几大板块了。我这里有。就像这一片的话，视线比较好，可以他们那些喜欢建小木屋的来避暑的，然后那边的话可以哈，有2个鱼塘，他喜欢养鱼的啊，养这些鸡鸭鹅鱼这些小动物的啊，都把共享给他们就是大家共同来打造这个地方所有的工厂，然后把它建设起来。免费拿地方跟别人建小木屋吗？对，免费，终身使用。就是你提供地方，他可以来这个地方随意的建个小木屋。对，跟他只是说我把地方规划好，跟他画个地牌，然后周边画的那些种菜园子全部就是那个小木屋周围都可以画跟他，画这跟他种菜种菜啊，有的喜欢种花花草草啊，这都可以。我看你这个倒有好多人来，关键是你现在的各种手续的话是得行没有？手续都是去办好的，对于之前提前1年多以前、2年前都已经都是基本上完善了。那你这个还可以，应该很多人都特别愿意哈。这地方凉快了嘛，喜欢避暑的啊，这个地方气温这些海拔高度都差不多，都刚好1200多，比较适合避暑啊。喜欢过那种安静的生活啊，喜欢那种茶空间的啊，来建个小木屋、建个小茶室啊，这种休闲的都可以。水源也多哈，这个地方。水源不缺，基本上不缺水，因为有好几个泉源。这股水源是从这个洞里面出来的，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水有多大。这个水源是真的好，你这个地方像这样的水源是不是有好几处？有5、6处，至少5、6处。也就是每一处水源差不多就是这么大，而且这个水源全部都是在你居住的地方上面，对，上方都是可以直接用得到这个水源的啊。对，最远的600-700米，
最近的200-300米。后面山也大，后面山大，那个直着过去都有好几公里，5公里嘛。后面没得人烟的，基本上现在没有任何人烟。所以说就搞个大鱼塘的话，都完全供应得了。完全能供应。等于你现在大致的想法的话，就是可以养鱼，可以稍微搞点儿小型的养殖，养羊啊那些。对。然后呢就可以共享做一些小木屋。小木屋，对。大概是这个方向。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种地的话，也可以在这儿种点儿哈。因为地方也宽了嘛，几千亩。你这儿如果建木屋的话，我觉得比很多地方建的都好哎，因为它这个山凹来凹去的，相对之间有隐秘性，有隐私性。你看，我看有些地方建那种木屋的话，它是一排的，它是全部挤在一堆了嘛。对，那种的话，它没得啷个隐私性的。但是你这里的话，你可以隔个几百米建一个，的话都可以建很多。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啊。这一排的话，随便建个10几20个木屋，基本上房子小木屋与小木屋之间都基本上看不到。就是需要一些共同喜欢这个地方、共同爱好的来一起打造，远离城市的这种喧哗。你共创也可以共创一些，然后自己也可以建一些。就比如说有些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他就星期六、星期天，他愿意在山里面来好好的休闲一下，是吧？他也可以来这住2天清静。你这个地方的话也还不是很远嘛，就是从许阳来的话，许阳下来哈，我们这下山是差不多7公里，然后下山村头出去到镇上高速公路是12公里、19公里，19公里的20多公里，就是40多公里。许阳来40多公里哈。不到1个钟就可以到了。要干的事情还多得很，还没有，都是慢慢的来。现在只是这脚踏进来了。还没有起步，还没开始。慢慢的来呀，回来了之后就是回来都静下心，慢慢的，因为那边些我全部都放弃了，不做了，就是安安心心的回来，把这件事情做好。对。再一个就是老人家年纪大了，因为之前在外面的话，经常打电话那样子，因为10天半个月都没人来这个地方，就连个70多岁有点不放心。是。在家里面陪着他，因为我在他们家长大的，因为他们把我养大也不容易。在他晚年嘛，能多陪他几天。对于你说这个意思的话，是现在的这2个老人家不是你亲生父母？他是我养父养母。半岁多1岁，基本上就跟着他们，一直到我15、16岁，初中毕业了嘛，初中毕业我在外面打工，在外面创业到现在。那你出去也是拼搏了好多年了哈。出去了差不多15年。但我觉得你回来发展的话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现在的话确实在农村发展比较好，但是也是最难的。整个想法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然后再结合互联网，就是现在你必须要结合互联网噻。你结合互联网的话，它就有一定的传播作用，然后再加上共创是吧？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子的话，后期要做那个东西也比较容易。我觉得能够去盈利的点还是多，只要好好的去想一下、研究一下，我觉得是行的。有很多东西不懂很多东西要去学习一起走访因为这一行业，每个行业、跨个行业很多东西如果不去学习，对自己摸索的话，需要非常非常的时间去摸索，非常的耗时间。确实，你要干这一块的话，你要找到一些类似的一些他们已经干得比较成功的，他们的商业模式是哪样，要可以好好的研究学学哈。在农村创业，不管是搞哪种的话，其实它都不是单一的东西了。做农业又简单又难，现在基本上是一体化。你可能干也好，营销也好，都要懂，都要明白，不然只会埋头苦干的话也难了，干不出来事情。是啊，我个人觉得呀，可能这个整个3000多亩的地界，先做一个整体的规划，然后功能区呢进行详细的一个划分之后，然后再去执行各个项目呢，可能比较好一点，省得到后期的时候会走很多的弯路，或者说发现哪里不对再去改呢，可能会费时费力又费钱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大家也可以共同讨论一下它这个地方应该如何去打造更加的好一点。因为现在呢，整个它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完了，
房子那些都是可以建的。有经验的大家不要吝啬啊，咱们在这个评论区讨论一下，好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绥阳县的大山里啊，今天准备到这个大山上去探访一下，看一下我车子从这个毛路开上山来，开到这个位置不太敢开了，刚下过雨嘛，怕这个上去打滑的话下来不了就麻烦了。看到没有，还要翻过这个山崖口，可以看一下这里整个山上种的全部都是金银花，这里这一整片，这里有一棵开得非常的漂亮，给大家来看一下。哇，是不是啊？这个金银花是不是很漂亮？但是它这个金银花怎么没采呢？这个都已经不太好了，应该早一点提前一点采。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咱们遵义绥阳县的话是产金银花的大县，所以说金银花的种植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如果说都开了的话，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漂亮的啊。哇，走到这个山崖口来了，好凉快呀！现在我们就要看到另外一边的世界，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什么风景。这个下面就是一个大型的凹槽，然后整个几边呢全部是被这样的山包裹的，包括我这边，对吧？咱们下去看一下吧。它这个挖的这条毛路呢，其实看起来还比较平整，还可以，但是呢没有车跑，所以说呢2轮驱动的车是不敢来的。如果说是4轮驱动的那种越野车呢，是可以下来尝试一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形啊，在上边说起来是一个山顶的凹槽，但是实际上进来之后里面也是很大的，感觉这里应该就是专门养殖的吧。我远远的看到那儿养有一条狗，我天，搞得我又不敢过去了，有点。看到没有，3、4条狗，这么远就哐哐哐的咬着，你们觉得我敢过去吗？我就想问你们，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你敢不敢过去？看到没有，他还想追过来，我去，他还真敢来，跟着屁股来了。说实话，1、2只狗我是不怕的，但是超过4只你就没办法了，因为他一围攻的话你就比较惨，所以说还是算了，不下去了。因为狗汪汪汪叫了这么久也没见到有主人家出来，那就证明主人家是不在家里面的。你还他娘的还跟着我屁股来，你以为我怕你？我们把这个无人机飞出来一看呢，这个地形看起来相当的不错哈，住在山顶的一个凹槽位置，整个环境是非常的漂亮。我们还看到上面山腰的位置还有一户人家哈，哎，听到了狗叫声，还看到了2只大鹅，证明上边这一户人家呢也是有居住人的。到下面那个养殖户去看一下，好吧？咦，好像有人从房子边上走过来。今天这个运气真的是不凑巧，下去的时候没有人回来。哎，这下边呢也是一个老人家，他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不知道装的啥东西，应该是刚从山里面去采什么东西回来。看样子好像也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啊。我估计呢是年轻人在这里搞养殖，然后呢让老人在这里帮他照看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山崖口上啊，有很多头牛在这里悠闲的吃草，而且这里是一片野花地，哇，看起来非常漂亮。你们说我现在是该下去呢，还是该下去呢？刚刚咱们没有详细的看到这里的水源，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源还是不小的。这个下面是真的平坦啊，这边这2个呢，都是
养殖的圈，都是关牛的，应该是。哦呦，这里的野生赤梨才真的结得好好啊！这个果子这么多，再过2个月就熟了，就可以来采来吃了。哇，你这个养的狗太多喽！我说你养那么多狗哦！走，养了好不好？有5、6个狗哦。5个没6个啊？5个哈。刚刚我来都不敢来。哦哟，养好多狗。哦，养狗是为了看野猪是吧？哦。一只公猪、雌猪都有。怪不得你养那么多狗。去年子咬5、6个公猪，就是这几个狗咬的。啊，厉害哟，这几个狗。没有，就在外面坐会儿就行了。我带的有水，就在外面坐会儿。哎，我在那调耍的，你肯定没认到。真义的。啊，真义的就在那调耍。那我刚刚才看到你背兜回来。我在岸边讨娃给烂的了过。哦，就带你们2个人在这里啊？小的些带娃儿读书去的。带娃儿读书哈。我看山上还养了些牛，你们养的哈？不是我们养的关系的。我们现在比养多嘞，原来就不得了，原来是几十个了，7、80个了。原来养7、80个牛啊？原来养得多。要说是养牛，我在这那个过来拉得走吧？不是拉得正的了。对。学校做了啊。你们在学校哈？你晓得学校不？我不晓得，干这里好远啊？没得好远，你晓得？最多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哈。5到半个。哦，等于这里主要是养殖哈。现在应该都在这里，要看野猪那些。再是我们自己庄稼要下底下井了都。都要下去底下去了哈。我们底下有房子，在这喂点牛，我还得整理没有钱到身边下底下去。等于这里是你们的老房子吗？是租来的哦？我们是在这来养牛，推在这起这个棚棚。哦，老房子、新房子都在底下。哦，怪不得。爷以前养牛啷个才赚到钱的哦哈？你晓得些？都没有赚到个啷个钱，在这来学完马路又修圈又买牛，这些不得了啊！花几十万呐！花几十万了，底下是几十杆砖了。肯定要花几十万。你是把毛路修通了之后拉毛砖上来的是吧？是了吧？沙呀、水泥呀，全部都拉上来的。是要花不少钱，最少是要好几十万。是啊。但是养了好多年哇，种的。养了8、9年了都是。10年。从现在起可能10年要多点了。10年了多了，那赚到钱的噻。没有赚的啷个钱？是我以后2年才遭个病，你晓得吧？疙瘩病，按牛枣疙瘩。牛枣疙瘩病。你听到谈没有？我没听到谈。就是遭个疙瘩病的，把我们山东地里又不是还违禁的。哦。租的哈，这些地方全部是。这都是租了。都是全部租的哈。所有这全部都是。租了好多年啊？2026年才买。耶，都没几年了。到了还要续租喂啊？那你们晓得，除了喂这个牛，应该其他还有搞生意噻？没有搞啷生意个，这才上去2、3年了。才上去2、3年了，带娃儿个。带需养是吧？真的嘛，我们那个小的他就不想做活路，也不想去那找活路做啊，他就在带人读书嘛，买个媳妇来上班。哦，儿媳妇在上班。儿媳妇都上班能找钱的不是我。他主要是养着自己呢，也赚到钱了嘛，所以耍2年也正常。是啊，我买个儿媳妇就上谈了，他说他磨自己的磨够嘛，等他休息2年了。对，因为这养那么多牛也辛苦。辛苦哦。你特别是修这些圈、挖这些路，我想想都起码辛苦了2、3年实在的。是了啊，那么牛天气落雨你都要出去啊。对。天气落雨你都要出去望啊，去割草啊。冬天比较恼火。是了啊，冬天是再冷了，狼多牛关起又怕这个呢，年纪推不出去，自己走不动了，硬晃了都往底下追啊。都要追到底下，牛啊些都走不过来，都还得追到底下去放。
那他要拆，你啷个办呢？啊，就是了。那你再过2、3年的话，也要到整一去了哈。哎呀，我们这去噻，这整一就说嘛，脚也走不稳。你家的地下，坐就不敢走啊！你要出刚刚了，刚刚一出的滑呀，怕摔呀。不敢提啊，我见过了，见了坐地都坐家，缝根短龙来，洗脚说了洗面说那根短，你洗要根短你动，你不敢走啊。刚刚一出了，刚刚一跺滑，又怕摔。地板砖。哦，是了，你不敢走啊，你去琢磨，人家坐起他不服死你啊。还不如就在老家这点哈。是了啊，我宁头在老家嘛，我都出刚刚出去干嘛，我都出来住了。那你出刚刚都不行呐。你想去干哪儿不行？这坐起都不想走，坐起凉快。水下长的忙了嘛，水下子一会儿没有饭了吃得走啊。咦，我都要走黄杨那边走哎。你都要走黄杨头啊？应该要走黄杨，因为我要走正安走。正安嘛，都在太平岸边了啊。你们都熟悉哈？我都是那边的人了啊。哦，你是太白的啊？哦，怪不得。那我走了，老娘。我们整点东西去哦。饭吃得走不是，走嘞。哎，好。这个阿姨的儿子啊，也是那种非常能干的年轻人。这条毛公路挖过来呢，也有3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还要拖那么多的水泥砖过来，新在这里修房子，租了这一大片的荒山土地，然后又修那么多的牛圈，又修了住的房子。他这种实干精神啊，是值得很多返乡创业者学习的。看到我身后这个大峡谷没有？这里是遵义市绥阳县太白镇的龙门峡。整个峡谷的高低落差最高处有1000多米啊！在这个峡谷的一处崖壁上啊，还挂着一条挂壁天渠，据说是当地人花了40多年才修建完工的，非常震撼哦。这一条水渠呢，叫做连光水渠啊，它跟这个红旗渠啊、大发渠啊，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是花了很长时间才修建完成的。它的主渠长就有14.8公里啊，支渠呢更是不计其数，灌溉区域覆盖38个村民组，灌溉面积呢5000多亩啊，非常的厉害。水渠呢分为3期建设而成，从1972年开始呢，陆陆续续建设了40多年的时间。今天因为是我一个人呢，我就没有办法带大家身临其境了。整条水渠我们要从外面走到里面的话，来回可能要到4、5个小时。来行走这整条水渠呢，你可以经过一些川洞，经过一些洞中瀑布，经过一些幽深的峡谷啊，非常的漂亮。在这个水渠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峡谷的风光。所以说，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可以组织人员一起到这里来感受一下这一项特别伟大的天险工程。
在贵州深山的峡谷深处，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半山腰，大家可以看一下峡谷底部那里，看到房子没有？那个就是居住人的地方。整个这个地方的环境非常漂亮。这个电线呢，就是拉下去给他们照明用电的。走吧，咱们下去探访一下。咱们这边的大山就是那种望山跑石马。你看，我们眼睛看着这个房子，跟我们的直线距离可能就是几百米吧，应该不到1公里。但是实际上走路呢，可能要走2公里左右啊。这个路真的是挺滑的，它这个泥巴呢，好像是那种黄泥巴，所以说你踩上去呢，非常的晃，一不小心呢，可能就要摔一大跟斗。走这种不怎么经常走的这种路呢，不管是上坡下坡都会有汗。下坡呢是吓得出汗，上坡呢是累得出汗，2种都要出汗哦。看到房子没有？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下到峡谷的平处了，没有刚才那么陡了。这里有一棵野桃树，上面的桃子都熟了，但是我这儿不好过去，算了。我们已经看到人居住的地方了，又是为了几头狗，我的天！听到这个狗声我都有点怵。这个地方大家看一看，真的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啊，风景如画。这水不小哦，哇，这水好舒服。你们说这种地方爽不爽？太爽了啦！没人在吗？这是在这里养蜂，看一下这里这么多箱的蜜蜂，然后这个坝子这里呢有好多的这个烧鸡，上边呢放了有一些对儿，有一些好像是药材，这个好像是药材吧，咱也不认识哦。我看看，先从这里走下去看一下哈，因为整个下边的视野比较开阔一点。不要咬哦！我走耍呀，谁？走耍哟。啊，你住这里哦？啊，下边的房子有人住没了？下边没得哈，就是你住这里哦。哦，我就下来耍呀。你养好多蜂子哦？没得好应该。啊？我养了10几桶哎。还有10几桶。你还喂的有些啷个哇？还喂的有些牛啊？喂羊子。哦，喂的有羊子啊？哦，喂了不少，你看这都是羊圈。我晒的站着打车。哦，你晒的得了打噻，要落雨的哈。你先去弄啊，我下去转一下就上来。下来之后，大家看到没有？这里这一片地真的好平呀。然后这些玉米、这些黄豆，都是应该是上面那个叔叔他们种的。因为这个房子呢，他已经跟我说没有人住，对吧？但是呢，我想走下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房子看起来还比较大。不是有一些朋友特别想隐居吗？正好给你们详细的看一下没有人住的这个房子，就适合隐居。因为这里整个地方在这个峡谷的深处，看一下吧，我从那儿下来的，然后整个地形就在一个峡谷底部，非常的美，水源也很好哈。就是交通不方便一点，要步行下来，大概走个40分钟左右就能到这里。那么喜欢隐居的人肯定不在乎这个，对吧？走下来也没有关系吧。这种峡谷深处真的是非常的幽静啊！你在这儿没有谁来打扰你，是吧？过那种特别清静的世外桃源般的这种隐居的生活是非常舒服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房子的位置了，看一下这个控制的房子啊。从空中看的时候，整个房子看起来比较大气，非常的舒服啊。房子也比较大，它这个边上是这种厢房，门前是小溪，对不对？这下边呢还种了好多的玉米，这个估计也是上面那个叔叔种的，他挺厉害呀，这种的玉米可不少。咱们来参观一下这个房屋啊。
这个是2层的，看到没有？上边可能都是可以住人的。这边呢，它是一个厢房，就是它这个相当于是一正一邪吧。整个这些地方呢都是杂草丛生哦。然后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放大磨的，就是以前咱们磨那个粗粮呢，就会在这上面磨。那这儿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老物件，像这几个桶呢，咱们叫黄桶啊，黄桶就是装粮食的，纯粮食的，上面再盖一个盖板呢，就把粮食关在里面，可以预防老鼠，这些都是一些老物件。然后这里整个是3个房子啊，就这里这一片的话，实际上是3栋房子。这个房屋呢也是都烂了哈，好像这个房屋都不能住人了，都烂的比较厉害了。你像这个地方的话，以前应该是3家人住在这里哈，3栋房屋，现在全部都废弃了。以前还挺热闹的是吧？现在整个呢就是丢在这个大山里，已经没啥用了。这个房屋呢，基本上你要再住人呢也不大好住了，因为整个上边的瓦片都已经全部烂掉。那么一旦下大雨的话，这个房屋内部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水滴下来，所以说呢，基本上也人来住也不太现实了。因为假如说真的还要来住的话，可能你还要花很多的功夫来进行翻新哈。所以说呢，住人已经不太适合了哈。刚从那个房子那儿回来，现在下大雨了，赶紧去那个大叔家躲一会儿雨。大雨来喽！赶紧走2个躲雨！哎呦，好大！哎呀，哎，这个雨太大了。天，你为什么多狗？啊，你为什么多狗？菜，现在不吗？哎呦，好大！还好进来了。我反正没事。你这也干来这的吗？老伴儿呢？那些那么多包裹都是你种的啊？那叫大家帮忙种的种好一种哦。要农忙的时候他就下来帮忙。平时呢上班应该是带孙子那些。你就在家里种点庄稼，然后养点蜂，还养点羊。你一个人干那么多也厉害的嘞。你有好大年纪了？应该是年轻的嘞。你说？我说60吧。76大几？是72吧？72啦。那你看你真的可能应该是比常人要稍微年轻点。别人是不是那个说的？可能是跟你天天来这里干活有关系哦。是呀。夏季节他在不吹了哦。夏季你也不吹了哈，每天又跟那些羊子那个跑啊，又干那么多庄稼呀。你们这儿原来有几家人咯？原来4、5家。4、5家哈。刚才赶搬走了。你们家的山林那些要把多哦。后山喽。啊。后山你去这个路是比较过来。你去我这边坎儿车上。都是你的？有好多亩啊？有400多亩荒山。我就晓得你们这边每家每户都不少。刚刚下大暴雨啊，在大叔家躲了一会儿雨啊，然后现在没有下雨了，我现在已经回城走到半山腰了，跟大叔聊了很久。后来我才发现咱的录音设备坏了，跟他聊天的整个过程都没有声音，气死我了。这个大叔现在已经72岁了，我的天，72岁，他整个人看去我感觉就像60岁。真的，天天在山里干活的人真的不一样啊，显年轻。他养了20桶的蜜蜂，又喂有20多只羊，然后呢又种了有10亩左右的玉米。哇，真的是挺厉害的，一个人干了那么多的活。大多数时间呢都是他一个人留守在这里，然后他老伴呢因为要到桐梓县城去带孙子嘛，所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这里啊。然后这个大叔呢，他们也不是原来就居住在这里，大概是60多年前搬到这里的。他跟我说呢，他几岁的时候，大概就是
59年、60年那个年代呢，因为他们自己住的地方饿饭比较严重，就是没东西吃嘛。然后这里呢是他的外公们住在这里，用他的话说的话，就是那个时候他都差点饿死了，才没有办法搬到这里来跟着外公住。这么一住呢，就是60多年，所以现在呢就一直居住在这里。当然呢，现在他的小的他们早就在城里面去居住了，只是他呢可能舍弃不了这个地方，留在这儿呢做一些种植，做一些养殖，每年呢还可以赚一点钱，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的了。你看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就非常好，对吧？70多岁了，看着就像60岁一样。看到没有，这就是山里的天气，这边都是白云飘飘，然后我头顶一朵黑云，这个雨就是从这朵黑云落下来的。你说这朵黑云，你赶紧走行不行？就飘在我头上，真的是气死我了，搞得我全身都快湿了。我就在这儿等，我看你过不过去，要不然我一直走的话，他跟着我走，我要得淋到上面去。我在这等他过去了之后，我再走。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你们遵义什么地方适合避暑，什么地方适合搞大型的种植和养殖？今天我就跟你们综合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遵义桐梓县的黄连乡。为什么这里又适合避暑，又适合搞大型种植养殖呢？听我一一跟你们说来。现在我是站在这边的山梁上，你们看看这里离蓝天白云多么的近，这个地方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儿呢就是我们的黄连乡了。你们看一下整个四周，你们看到了什么？是不是地广人稀，整个都是森林覆盖，完全看不到有人居住，对吗？但不要慌，我先跟你们讲避暑。黄连乡这里的海拔是1400多，是非常适合避暑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但是在这里啊根本就没有空调一说，人家风扇都懒得开，为啥呀？太凉快了，是吧？如果你到边上的这些山顶上呢，它有1600、1700。在遵义来说呀，你要让我推荐避暑，我肯定是推荐这里。首先这里非常凉快，第二一个周边好玩的地方也是非常多。到我们的龙门峡这个峡谷啊，只有10公里的路，旁边就是大溪河的这个乡村旅游景区。再往下边走呢，有一些峡谷漂流，可以到山林里面去探险探秘，可以去原始森林，还可以去湖南洞里面钻洞，里面就更加凉快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在这里呢，除了避暑，你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去做。那么在这里避暑呢也是非常实惠的。如果说你住这些民宿，他们的价格呢大概就是40、50块钱、50、60块钱了。如果说你要包月呢，可能价格就更加便宜了，是不是啊？那么如果说你准备每年都长期在这里避暑，有买避暑房的一个需求，人家这个地方呢也有配备啊，但是价格有点贵，好像是4000多一个平方吧。第二一个，咱们讲创业，为什么讲黄连乡是比较适合种植养殖创业的？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你们猜一下黄连乡的面积有多大？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有197平方公里，没错，你没有听错，一个乡的土地面积有197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朋友们？平原地区可能一个县的面积都没有197平方公里吧？那么197平方公里的地盘上有多少人口呢？只有11000多人。我们贵州很多的乡镇呢，大多数都是2、3万甚至5、6万的人。那么这里呢，只有11000多人，而且有4000人左右是在外面流动的，也就是说，长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只有6、7千人。所以在这里，普通人家很多都是几百亩的山林和土地，有多的甚至达到1、2千亩。所以说，你们想一下，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是不是非常的适合去搞种植和养殖呢？这里的海拔呢，从600到1900多不等，在1400海拔以上呢，大多数都是方竹啊，
这里呢有方足比较大的一个产业，那么1400以下呢就比较适合种植和养殖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啊问我什么地方适合种植养殖，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适合？你们从黄连乡这个中心点往周边看，是不是到处都是山林？峡谷深处这些地方就是适合种植和养殖的。在这些峡谷深处啊，它是不会缺水的，因为这里整个山上都是高山，对吗？水源保证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在这个峡谷里面，不管是干啥，那个水源都是不缺的。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这里呢，因为它地广人稀，所以你要去搞养殖、去协调就非常的方便。你协调个2、3家人呢，可能人家就有1000多亩了。你在这个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啊，可能这1、2千亩的地呢，可能有几十户人，甚至更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去协调就不方便，所以说你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就有很多的麻烦事。所以我跟大家说，这里既适合避暑，又适合在这里搞种植养殖的创业。而这个地方的交通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它离重庆呢就190公里，离我们遵义市区呢就120公里。而且从黄连乡到这个高速路的路口呢，也就是20来公里吧，大概就这么远。你不管是种植养殖，其实你都可以对接到重庆去。所以说整个销路呢，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啊。就目前的情况呀，每年重庆大概有1000人左右在黄连乡这里避暑，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大家拓展销路的一个好渠道。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但是你们想来这个地方来考察种植养殖呢，我的建议是你到黄连乡那儿多住几天，然后在周边的这些村庄呢多去转转，我相信你们呢会找到适合你们做事情的地方，好吧？大家好，现在我在我们遵义绥阳县的大山里啊，路过这里呢，仿佛看到对面山上有人种地，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与世隔绝一般哈。我打算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来看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说的那个村庄呢？这个下方呢是几条峡谷交汇，下面有一个水库啊。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去，在这个大山的山腰的位置，看到吗？那个地方有人种了一片地，看着好像种的是玉米，不知道大家眼神好不好啊？反正我判断是玉米。那么从我这里飞无人机过去的直线距离啊，应该在4到5公里左右。我们今天就挑战一下啊，飞过去看一下这个特别隐蔽的地方到底有多漂亮。哇，我们无人机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飞到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下，这里是住在山腰的一个村庄，好像还有好几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边上都种了好多的玉米。哇，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隐蔽啊，没有地方可以来到这里。大家看一下哈，后面都是连绵的高山，前方呢又有一些峡谷，又有一些崖壁，最下方呢是一个大型水库。真的，咱们从这个无人机的视角没有看到他们能够出去的一个路线啊，估计呢是森林太茂密了。他们的出山路呢可能是经过这个树林中的一些小道，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视角上呢，基本上看不到周边可以出去的一个路线。那么从这个整个地形来看，以前住的人应该是不少的，但是现在呢应该都没有居住在这里啊。我估摸着留守在这里的有几户呢，都是在这里搞养殖什么的。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地方啊，好像是养那种跑山猪的，看到没有？有2头猪在这个地上吃草。我们把镜头拉进来一看，哇，大的这一头可能有400-500斤哦，非常的大，像牛一样。我们再往边上这几户人家来看一下哈，看到没有？这个山上全部是牛。
目测可能有10多头、20头牛。那么这里呢，应该是有几户人留守在这里，然后在这里搞一些养殖。大家肯定有疑问，养的这些牛、养的这些猪怎么运出山呢？有可能是走山后面，也有可能是走山前面。但是不管它走哪里呢，我觉得最少都要走1到2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出得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方水库这里呢，还有一条野生的瀑布啊，非常的美。这些地方呢，可能都是无人踏足的，只有咱们无人机呢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个美景。因为整个周围全部是森林密布啊，在这个山中搞一些养殖，无忧无虑。我们可以看到种了非常多的一些玉米，他们这些玉米种来呢，也就是主要做养殖用的，也不可能说背出山去卖啊。可以想象哈，他们这里搞的这些养殖呢，完全就是靠山吃山啊，根本不会从外面运任何的粮食或者说草料进入到这里面来，因为你的运输成本呢也是非常高的，根本不可能去运什么粮食进来。所以种这些玉米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搞养殖用的啊。我整个四周观察了一下，根本就没有看到进入这里的小道，即使有的话，它最少也要走1、2个小时。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来到这里，所以呢，也只能从无人机的视角给大家远远的看一下。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样原生态的地方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哦。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酉阳的石泉苗寨，这个苗寨可不得了啊！这个苗寨呢，清一色的是石姓人家，石姓人啊，素来就尚武，所以在明清时候，他们这里出了2个武秀才。建国以来呢，也出了不少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处级以上干部。这里有108户，500多口人，据说有100多人都是现在的公职干部，可不得了啊！那么石泉苗寨它所居住的地形到底有什么奥秘，会出那么多的人才呢？我们今天就用无人机的视角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里的全局。看到我身后这一片弧形的崖壁没有？我要说这一片崖壁下竟然住着一个隐蔽的村庄，你们相信吗？这个村庄3面崖壁，一面江水隔断，
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啊！你要不用无人机飞过去的话，你根本发现不了这样的村庄。这个村寨前方的崖壁比它后方的崖壁还要高，所以住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啊！你从后山来，你发现不了这个村庄；你从前边，你要到崖顶才能看到这个村庄。那么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呢，我都找不到下这个村庄的路，因为整个四周全部是悬崖绝壁。我估计啊，他们这个村庄里面的人要出行的话，都是在江上坐船。这里整个地方啊，就像一个月亮的形状，非常的漂亮。哇，真的是佩服他们的祖先，怎么会找到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安家乐业呀？而且你看，正好这个地方呢，有一大片的这个土地可以供他们种植，可以供他们生活。哎，你们说有时候是不是人与大自然的结合才是最完美的呈现？就像这个地方，如果说没有这些人在这里居住，这个地方可能会显得死气沉沉。正好有这么10来户人家在这里居住，就让这里变得生机勃勃，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把镜头拉近了看啊，这里住着还不少人，还有几个小孩在这个院坝打打闹闹的。我都是从这个村庄对面的崖壁走到边上来，才看到那个弧形的崖壁，还看不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你们说这个地方得有多隐蔽啊？虽然说他们这里车路不通啊，但是水路是通的，经常呢都有船跑，所以说坐船出门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假如说呀，给你们这么一片秘境之地，让你们在这儿长期居住，你们愿不愿意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我现在要爬山回去了，拜拜。大山里的天气真是扯淡哦，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现在我被淋得像个落汤鸡。哎呦！在百里乌江画廊一处江边的半崖上，我们发现了有几栋房屋屹立在绝壁下的半山腰，宁静而神秘。后方是绝壁，前面是江水啊。这个环境犹如世外桃源一般。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里，车子是停在上面这几户人家，从这里下来，然后还要从这个地方一直往下走呢，才能走到那个崖壁的上方。我估计他这儿呢，只能从那个崖壁上下去，应该是有小道。那么我在上边的时候问了上边住的几户人家，说是这个下边呢住着2、3户人。其实居住在这里也挺不容易的，他们要从那个地方出山的话，就是要经过这一片这个乱石岗，是吧？然后呢，再到这个上方去坐车才能出门，要么就是在这个下边坐船，不知道这条江上船多不多啊？从这个上边走下来，走到这儿呢，差不多走了20分钟，估计走到崖壁下呢，得走个40分钟，个把小时吧。这就是拉到他们下边的这个电杆。哇，这儿的风景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走到这个上面看一下，那几户人家就居住在这里。你们看这个地形，他们是不是就是挂在这个半崖上的？下边就是深不见底的乌江水，整个这里的风景真的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哦，非常的漂亮。他们几户人家的后山就是悬崖峭壁，看到没有？下边也是崖壁，然后再下边就是江水，等于几家人完全就是居住在这个半崖这里，形成了一片地。他们正好就居住在这里哈。你看，一直延绵过去到那边都是整个半崖。那么正好这儿呢比较稍微的不陡一点，所以他们出山的路就是走这边。那边也是出不去的，前边就是江水。你看这个路也挺陡的，走这儿呢，垂直着爬上去，
所以在这个崖壁下也是没有办法修公路啊。所以说他们几家人呢，还是留守在这个地方，整个看去非常的漂亮。我们看着对面也有公路，但是他们这里没有，看着这个公路近在咫尺，其实自己是享受不到的，看到没有？因为前方也是悬崖绝壁啊，整个全部是被这个绝壁所包裹。但是面向乌江，风景确实是美如画卷啊，非常的漂亮。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一片秘境之地啊，平时基本上是无人踏足，因为你们也不知道怎么来。你们知道吗？我要来到这个地方，我都辗转了好几个地方，问来问去的问了好几家人，我才问到下来的这个路啊。这个前边已经看到第一户人家了啊，然后他们这里好像是几户人家这样并排着住过去的。你看这个住在乌江边上，相对来说地段要矮一点吧，然后他们的玉米包已经是开始干渴了，就是快要收了。吃饭没了，大哥？啊？吃饭没的？还没有。你们这下边还有几家人咯？2、3家哈。你看这杨子是吧？也没2个人住。以前应该不止2、3家可能哈。以前也是4家。搬走的。这个江是哪个时候堵起来的哦？这个堵得30多年了。都有30多年了。以前没堵的时候，应该要矮下个好多哈。这东门这现在可以搬。都可以搬了。咦，啊，以前不是100-200米高啊，这平矮都。贵姓呢？姓杨。姓杨。几家都姓杨啊？老祖先也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老祖先100多年了，他至今搬来。那你在家里面主要就搞杨子哦？杨子嘛，是再多几3年杨子不上，你背不都给他吃了嘛？是。啊，你这个房子是啷个干的呀？还在我看还是水泥砖背下来的呀？水泥是赶紧是从河里背上来。哦，从船拉到河里面背上来，然后自己打砖。直接打砖，上去推水。哦，怪不得，我就是看你们这里整平房肯定都是自己打的那种砖。你就养几个牛啊？10个。10个。这个江里面经常有船跑吗？也。那你们出去也是坐船？啊，我们自己的。这上面的路基本上不让走了哈。走的得走。就走得少。走得多。走他这些得走不多。走的还是多。他们这下边这几家都搞有点养殖啊，都是搞养殖的。我靠，这边喂有一个大狗，我都害怕。都是喂牛的。咦，他们下边这几家人在这儿住的时间不短了。你看这边都是土墙，然后说是那边哪有个山洞，我准备过去看一下哈，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洞穴，稍微看一眼。这地方感觉走这儿过路都有点危险了。看这个就是土墙啊，这已经都倒了。这儿是2个最原始的、最古老的这个土墙房，上边盖的都是那个茅草，整个土墙已经看去摇摇欲坠了。但是你们要相信，这2个土墙房在这个地方已经屹立了100年之久啊，只是现在没有住了，这看起来可能快倒了。但如果一直住的话，它可能会住很久很久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宅基地啊，就是以前有房屋的。这边过不去了，咱就不过去了。然后那边都是悬崖峭壁，这些土地呢，也都是他们这边这几户人家种的。
你还别说啊，他们这儿把这个土全部包起来，用石砍。我看这个种的玉米还不错哈，虽然说这里石头比较多，但是他把那个土给包好之后呢，种的玉米看起来那个个头也还可以啊。走到这边去转了一下，朋友们，我们从空中看的话可能不大，但实际上这个半崖这一边过去有好几万亩。那么他们现在只有3家人住在这里，以前的话有10多户。我们算一下，10多户有几万亩地的话，也是完全够养活这些人。那么现在只有3家人呢，这个土地资源就更加的丰富了。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地呢都荒废了，没有种，只是种了一少部分。那么这3家人呢，这边这一家呢，他们是2夫妻，有3个孩子。第2家人的孩子就更多啊，有4、5个，但是他们人太多了，我就没好意思进去打扰。他们这儿出行的话，其实也还可以的，走上去的话可能是半个多小时，但是如果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运啊或者什么的，就可以从江边坐船，那么走到江边呢也就10来分钟，其实交通也还可以的。整个这个地方真的是那种风景如画般的感觉。我们看到这几户人家的左侧呀，这边有一个洞穴，这个洞穴里面还有很多股的这种洞泉水流出来，看起来非常漂亮啊。我感觉单凭这个洞穴这里啊，稍微打理一下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小小的景区，确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朋友们，假如说给你们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只是交通呢不太方便，你们愿不愿意来居住啊？我保证，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羊皮洞，因为前面几次来呢，没有拍到我特别想要的那种影片。前2天呢，正好这边下大雨，我感觉今天的水流量可能是正好适合拍摄。走，今天已经放晴了，但是这个路面呢看着还有点湿滑啊，所以说应该这个水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在下来的途中呢，我们看到一个老奶奶带着她的2个孙子啊。他们呢是往下面背一些矿泉水下去，在下边呢进行售卖。所以说呢，大家到这儿来玩呢，也不需要自己再备什么水了，因为到下边呢有水可以买来喝的啊。这个特别陡峭的山路环节呢，我就不过多展示了，因为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大概大家已经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还是挺累的哈，走下来都把脸上的汗走出来了，主要是紧张的吧，因为一路都比较湿滑。有没有听到这咆哮般的声音？看看这个路啊，你们敢来挑战吗？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瀑布好大，好大的瀑布！真是那种疑是银河落9天的这种澎湃气势啊，非常的壮观。今天来的正是时候，这个水流量不大不小，水呢也比较清澈，又有那种震撼之美，又有那种秀丽之美啊，非常的值得。手机湿了，不行不行不行，衣服全湿透了。
大家好，现在我在毕节前夕的画屋村，这里是乌江园百里画廊啊，真的是非常漂亮。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里啊，我现在呢每天都要喝一瓶这个赤泥原液，是我们贵州特有的一个好东西啊。今天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赤泥原液呢是我们山里面的一种带刺的水果压榨出来的新鲜原液，所以说呢它是无污染生态的好东西。这个赤泥原液到底有什么好处？我给大家说几个东西啊。一个呢是赤泥黄酮，一个呢是 SOD， 一个呢是 VC。这3样东西呢，它的含量都非常高。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 VC， 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 VC 大概是100毫克，而这个赤泥原液1瓶的 VC 含量就是400毫克。SOD 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只要是注重养生的朋友呢，应该知道啊。SOD 是一种超强氧化酶，可以清除自由基，修复受损细胞，稳定神经系统及体内功能。除外 ，SOD 还有众多的其他作用。我们人体一天大概需要1000U 的 SOD 酶去抗衡我们身体产生的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东西。那么这一瓶赤泥原液的 SOD， 你们知道是多少含量吗？是28000U 的含量。是我们人体一天所需要的20多倍，所以说喝这一瓶赤泥原液大大超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SOD 的这个含量，而且这个赤泥原液中含有很多种对我们人体有益的一些元素。那我们这个产品上面呢，只提出来了几种特别重要的，跟大家标在了这个上面。正因为赤泥原液它对我们人体的帮助非常大，所以在整个健康养生行业又把赤泥原液称为液体黄金。我先喝一瓶，再跟大家继续唠啊。这一瓶喝下来，我一天所需要的 VC、SOD、赤泥黄酮等等都已经达标了。而且远远超出了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标准。那么朋友们，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补 VC 呢，我们经常去买一些 VC 来补呢，反而这个补的效果不好。为什么？因为 VC 它要 VP 来促吸收，而这个赤泥原液中就含大量的 VP， 这个 VP 呢就会去促使 VC 的吸收，它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外包装是一盒，一盒的话里面它是10瓶。咱们一天的话，就是喝1瓶的话，就能解决我们身体所需的很多种元素啊，比喝饮料是要强很多的。
那我们平时喝一些10块、10几块的饮料，其实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对吧？但是喝一瓶赤泥原液的话，它能对我们身体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健康养生这一块需求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然了，如果你是买来就是喝着玩，稍微喝一下就不喝了，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赤泥原液呢，它是针对本身有养生意识的朋友。长期喝这种饮品呢，它对我们身体确实有非常多的帮助。但是你偶尔去喝个1盒，喝个3瓶5瓶的呢，那其实是收效甚微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长期饮用的健康饮品啊，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说能帮你解决现在燃眉之急的产品，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是注重健康养生类的一个人群呢，你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这个赤泥原液。而且我们这个赤泥原液呢，它是双有机产品，什么意思呢？有机原料和有机产品，也就是我们来压榨赤泥原液的这个赤泥果呢，它是有机产品；我们压榨出来的这个赤泥液呢，它也是有机产品，所以称为双有机产品。大家可以放心的喝啊，好好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那么去喝的同时呢，去感受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好了，朋友们，这个广告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大家也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贵州的赤泥原液。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毕节金沙的大山里啊，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无人村，就在这个深山峡谷里面。现在是下着这个零星的小雨，那么这一条山路呢，应该是之前住在里面的村民出山的唯一的道路吧。因为住在深山峡谷嘛，类似于有点像那种天坑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又不是天坑了，只有一边是崖壁。好像看看这边的树林呢，都是长得比较茂密了，所以这个也不大看得清楚方位啊，反正就是往山脚下走。咱也不知道能走对还是能走错，但是往这边走好像是不对的，方向不对，应该往背面走。现在视野要好一点了，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刚才全部都是在这个森林之中，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要走到峡谷底还很远呢。这个大山里的路就是望山跑10马，那么今天这个路程可能是1个小时不一定能走到啊。那现在相当于是我们要走到这个峡谷去，你们想象一下有多远，真的还很远很远。走到这儿就没路了啊，估计现在下面已经荒废的特别的久了，所以现在这个路根本走不过去。你像这样的路咱也不敢走了，对吧？然后这里是这个漆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漆家具用的。那么这个上面都开有这些口子，这个油漆拿下来呢，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做家具的。但是现在的话，好像这个漆树的这个漆也挺贵的，这个就是最原始的那种漆啊。本来今天是想走下去的，但是看来是事与愿违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村庄是坐落在这个峡谷的底部，那么前方那儿隐隐约约看到有个房子，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那么相当于下边一整片地界呢，应该住有几十户人家，但是呢都已经全部整体搬出来了，下边是不通路的。那像这些路的话，现在已经是成这个样子了，你说怎么走啊？走不了，所以说去不了啊。我在这个山梁上转了几圈，找不到下去的路，才用无人机从空中看了一下，哪里下得去啊？现在我还在这个崖壁的上方。这个村庄呢，它是坐落在这个中间的一个山梁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村庄啊，整个村庄是背靠大山，悬崖峭壁，前方是峡谷阻断，所以说也是没有办法才把这个村庄的整体村民呢给搬迁出来了。我们看这个地形就能看得到，我现在还在这个崖壁的上方，也就是从我站的这个地方到下面村庄的垂直落差最少还有500米。你们说我怎么下得去？我可能走2个小时都下不去，而且今天还在下着毛毛细雨。我们现在看到的房子呢，
可能还有7、8栋，但是原来他们应该不止这么一点哈。整个这个里面，我估计最少也有个20、30户人居住。不过现在呢，全部都搬出来了。这个地形啊，真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好地方啊。特别是有些朋友喜欢隐居，喜欢与世隔绝，喜欢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居住，我觉得这里就非常合适。你们要是喜欢的，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下边那些房子你都可以免费住，居住在这里真的是不要太爽。只不过呢，就是你出山出不去啊。从这个村庄的位置，不管从哪边走，你没有2、3个小时，你是走不出大山的，因为整个周围全是大山阻隔着，而且你要翻山越岭，跨越峡谷，你才能够出得了这个大山，简直就是一片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这个村庄的话，有很多喜欢探险的朋友，包括喜欢徒步的朋友，都是值得来挑战的。因为你下去上来最少得4个小时到5个小时，如果你要进行穿越的话，可能会更长的时间。如果你们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啊，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里的详细地址啊，位于毕节市金沙县太平乡金门村，而下边这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叫做石灰寨。是不是非常详细了？你们肯定能找到这里了，对吧？不过你真的想下去看一下的话，肯定得一大早就来到这里，而且要让当地的村民带路才能下得去，否则你根本找不到路的哈。楼房的房顶长出了大树，你很难想象眼前这座空城在30年前被称作小香港，当时的繁华程度可见一斑。它就是位于贵州丹寨的汞矿场遗址，鼎盛时期这里的员工和家属高达2万人，这么繁华的地方，这么多人在这里生活和居住，为什么在30年前一夜之间就废弃了呢？大家好，现在我就在这座汞矿场的遗址这里啊，带大家进去探秘一番。这里呢就是汞矿场的遗址，这里还有一个塑像，好像头顶上是弄了一个手电筒吧。这里的环境呢是非常的漂亮哈，下方呢有一条河流，后面这里呢就是大面积的废弃的厂房，包括这边呢到处都是啊。这里呢是厂区啊，那么好像听当地的老人说，从这个地方穿过去，那边有个隧道，他们的这个矿洞呢就在这个隧道里面，包括周围这些山上呢，到处都有矿洞。整个厂区内部呢是杂草丛生啊。这个地方从这个墙体里面长出来一棵石榴，这石榴结的还蛮多的。这边这一大片房屋的地方呢，主要就是厂区啊。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核心的区域，应该是发电还有重要的工程呢，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这儿呢有2个几十米的一个烟囱。那么看一下这个楼啊，有5层高，5层高。这个楼顶呢，有没有看到有2棵大松树在楼顶长出来？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它那种子从哪儿来的呀？就在这个楼顶，你看5层楼的楼顶长出了2棵大松树。从这条路开车上去呢，经过一个矿洞，那么那个矿洞里面说是有几十个分洞，走路呢不太敢走，里面漆黑一片。我们开车往里面过一遍，大家看一下哈。然后穿过了前边这个山体，过去呢那边好像是以前的那个监狱。哇，这个要进这个矿洞就感觉阴森森的，大家来看一下，就这么一点点洞。哎呦，真的是感觉阴森森的呀。看，把这个远光打开，那么这个洞穴呢，全部是人工弄的啊，上边这些石头都是人工一点凿的，上面还在滴水，我天哪！本来我是不太敢往里面开的，刚刚我看到有一个车开过去了，所以我也试一下。这个山体上面一直在滴水，
从我们刚刚的隧洞穿过来呢，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厂区，可以看一下，这些房子呢，全部也都是废弃的。然后前方那儿那几栋高楼，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那个地方呢，应该就是以前关犯人的地方。那么他们呢，也就在这儿干活。有的呢会分到那边去，从我们来的那个隧洞穿过去，在那边去干活。带大家逛了一圈啊，大家看到现在这里的景象什么感觉？30年前还是繁华如香港，如今却是一座废弃的城池。那么这里到底是如何废弃的呢？原来啊，丹寨汞矿是贵州省著名的汞矿，也是中国4大汞工业基地之一。矿区内的建筑风格也是多样化哈，有现代的，有苏式的，有晚清的，有民国时期的。这里也是研究中国近代、现代汞矿开采历史的重要佐证。早在汉代时期呢，这个地方就开始采朱砂；唐朝的时候呢，就开始炼汞；清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建了水银厂。鼎盛时期呢，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啊，这个地方的人数达到1、2万人。这里山上的矿洞啊，有上百个。当时的矿区面积有多大呢？180平方公里，是不是非常的不得了？这里炼出来的汞啊，远销亚洲、欧洲、美洲等国家，当时也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进入80年代后期啊，随着这个矿资源的枯竭，开始出现亏损啊。1990年的时候呢，就转产建成了丹寨精汞矿。因生产成本过高啊，1991年呢就停产。当然呢，随着汞矿的枯竭无法开采呢，住在这里的人也全部回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陆陆续续有几百年的开汞历史啊，社会影响深远啊，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汞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珍贵的实物史料。实际上，我们眼前所见到的这些废弃建筑呢，只占到1/3，应该山上有一些大部分的建筑呢，已经是坍塌，或者说在当时那个年代有损毁一部分啊。2015年的5月份，这个地方被定为贵州省第5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说这个地方啊，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这里是贵州思宾县的云台山。2014年，云台山成为了贵州省第3个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这里又有小张家界之称。不过今天不跟大家讲云台山的整个布局带你们到山里面去看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走在这个山里空气真的是非常好。这个地方以前应该是弄的一个景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荒废的也有可能是景点太单一，是吧？人们不太愿意下来，是不是这个原因？马上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奇的石头人了，哇哇哇！看到没有？就是矗立在这个山梁之上，非常的神奇。咱们来好好的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像一个石头人？而且它还是一个双面石头人。我为什么说它是双面石头人？大家从中间分开来看，左侧像一个人的脸，而右侧好像是一个魔鬼，或者说像一个会魔法的人。右侧看去的话，就是那种特别神秘、凶神恶煞的这种感觉。左侧就是一个人的形象。我们从中间分开来看，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它就像我们人的两面，对吧？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在这个石头人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我现在呢走到石头人的跟前，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个石头人的整个高度呢有10多米啊，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这个石头人呢，它是矗立在这个山梁之上，它是如何形成的呢？你看地面上都是平的，只有这里冒出来这一个10多米高的石头人。
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去理解啊。我在这里周围左右看了一下，我感觉我找到了这个石头人为什么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的这种形象。你们想不想知道？来，我们下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的山形。我们顺着这个石头人左边眼睛望去的地方，在对面的山梁上，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这2个巨大的岩石中间有一个竖起的，也是石头人？这个石头人和我眼前这个石头人，他们是隔沟相望的。而且我这边的这个石头人有没有感觉是男性的人脸，而对面的石头人是一个女性角色的形态，她还戴了帽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是不是非常的形象，朋友们？我们看到我这一侧的石头人呢，他是孤身一人，孤孤单单。那么对面的石头人呢，他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啊。他的两边呢，可能是他的父母或者祖辈，中间呢是他站在那里。那么他们中间呢有一条跨不过去的鸿沟，所以注定他们2个石人之间只能隔沟相望，却不能相聚。这是一个非常凄凉的故事，就像平民和仙女的这种感觉，只能在这里相望，却不能相聚。他们2个石头人或许在数万年、数亿年前是相爱的2个人，站在这个地方啊，整天只能以泪洗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人左边的这个眼角都有一些泪水的痕迹，实在是伤心过度，内心也是非常的挣扎。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屹立了不知道多久之后，就化为了石头人，内心抱有很强烈的希望，但是呢，又有自暴自弃的心理。当他化为石头人之后，我们从这个石头人的头像上也能看得出来，当时他的内心非常的挣扎，又想去做一个追求梦想、勇敢向前的人，又有自暴自弃、以难为难的这种心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石头人呢，他一面是人像，一面呢是魔鬼的形象。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腐蚀掉他做人的一面，这何尝又不像我们的人生呢？有很多事情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最终伤害的也是自己。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以上故事呢，只是我走到这儿有感而发并不是他们原来就是这样。